你去越南了，你小心啊，你要注意安全啊，别被人抓走，把那个肾啊或者器官被带走，然后卖去掉了。我来之前，我感觉这里应该可能也会相对不会那么开放一些。我开放是指对外国人，然后当我来了之后，发现非常多的白人啊，或从世界各地的人在这里。有些东西不能只在你的网络上去看，你要去实际去看过，你才知道那个国家的好处与坏处。有些中国人觉得越南不安全，有偷肾、捡钱等恐怖的故事。在这个视频里，我和我的中国朋友这样讨论他们对越南的真实感受，越南是否安全，以及在越南，特别是在河内生活和旅行的感受。你们先呢介绍一下自己吧。我叫卡卡，我来自中国，我今年22岁。大家好，我叫郭晨，是来自中国安徽省，然后我今年是30岁，然后我是来到越南来学英语，考雅思。好，我叫阿斌，我来自深圳，我今年假装18岁，然后我是过来旅居的。那你呢？你过来旅游还是学习？过来旅游啊。好，那到现在你住在河内多久了？现在2天吧，对，2天。2天。那到现在你觉得河内怎么样？我觉得大家人都很好啊，然后比如说今天我坐摩的的时候，其实我找不到那个摩的的路，然后那个司机会给我拍照片，然后细心的给我说一步一步该从哪里走，再从哪里去，就感觉大家这边人文化都很好。我也有相同的感受，就是我来到这之后，有种很亲近的感觉，因为我小时候就像我小时候的感觉一样，这边的人就是很和善，然后大家也很亲近。那你在这里多久了？我来的时间比较长，我是9月30号到这，现在刚好差不多应该是23天。对。那你打算再跟多久？我会在这边待3个月，然后待到1月份，然后离开这里回家，因为1月份中国的新年就要到了，我要回家去和我的家人一起过中国新年。那到现在你觉得河内怎么样？我非常喜欢这，我觉得这个地方就是有点像我小时候的感觉。我现在30岁了，我发现人年龄越大，他有时候会比较怀念自己小的时候。来到这之后，我就好像找到了有些我童年的一些记忆，所以我感到很温馨的感觉。那8岁的宝宝觉得怎么样？18岁的宝宝，18岁的宝宝认为呢，这里的食物很好吃，我很喜欢吃这里的巴米不差，这里的 rice noodles， 我很喜欢这里的环建湖，我每天都去那边，会走1到2圈，就感觉那边的小哥哥小姐姐在 dating 的时候非常纯洁，非常简单。这里的小哥哥小姐姐非常好看，我非常喜欢这里。It's my second hometown。你来这里，那就是好的事情了，就是你们喜欢这里。那有什么地点还是有什么 point， 就是你不太满意、不太喜欢，或想要希望它更好吗？我希望他们就是那个车的喇叭声音就是少一点。我走在马路上，哔，我就吓得跟好像是在串街的老鼠一样，就是太多的那个摩托车太多了，然后他们都不会礼让行人，就是太吵了有点。对。我能理解他说的，而且我说另外一个，其实在中国或许是20年前，其实有类似的情况，那个时候中国还是可以骑摩托车的，因为现在中国已经是不让骑摩托车，但是我们有电动车啊。为什么我会觉得温馨？虽然可能不是一个很好的东西，但是我会觉得温馨，因为我小的时候，我的家乡里面其实也是有很多这样骑摩托车的，所以我比较能适应。但是如果说确实不太好的，就是大量的摩托车以及这个有点灰尘比较大，空气污染稍微大一点。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发展的问题啊。我平常会看一些历史，可能我的发言过于正式了，但是我觉得有时候可能比较描述好一点，就是我问了一下当地的人，你们也是在想办法扩展自己的道路，然后让这个交通会更好一些，然后也是在发展。
也是非常好的。就像中国以前一样，我觉得以后也会越来越好。我个人感觉第一就是红绿灯可能有点少，然后行人或车辆他不太注重红绿灯。然后我来到越南之后，第一个学会技能就是如何躲避车辆。然后别的我感觉都还好。然后第二就是可能这边有时候英文有点少，不太能看懂这个路牌跟指示，找不到我想去的地方。但是谷歌还是挺好用的。你们都来过，就是已经就是享受一下越南的生活了，那跟你来之前的想象有什么区别的？区别吗？是，因为其实我也有一些中国人的朋友吧，他们就觉得越南就很害怕，就是不敢来。然后所以现在我也想问这个问题。确实，就是我来之前，我的爸妈确实问过我这种问题，就是说很危险，你要一个人去吗？这些的问题，他们有担心过。但是呢，我就跟我爸妈说过一句话，我说有些东西不能只在你的网络上去看，你要去实际去看过，你才知道那个国家的好处与坏处。比如说你在网上看了很多，比如说越南那些人不好啊，或者会宰你之类的嘛。但其实我个人实际来这边感受到的就是这边人都很好，也没有传说中那种宰客啊，或者是骗你啊，或者那种打腰子啊那种恐怖的事情，这边都很正常，一切其实跟其他国家没有什么区别，就是很好的一个国家。对，我也是，大家都是相同的，因为这也是我第一次出国，然后越南是我出国的第一个国家，河内是我出国的第一个城市。我来之前也是我的家人朋友也是说这边治安会差一些，要小心一些，所以其实我来之前是把我所有的一些装备啊，比如说手机啊，全部换成非常旧的东西。我现在用的手机是我妹妹淘汰下来的旧手机。其实因为他们说比较常见的就是那种你走在街上拿着手机，然后咵就给你抢走了。但是我来到之后发现不是这样的，就是已经就是很安全，和我们大家就是和中国其实是差不多。然后唯一的确实就像刚才说的，就是摩托车比较多，交通上可能就是车也不会主动去让人，然后会有一些你需要掌握一定的技巧或勇气才能过马路。我来的之后有很多现在的话，中国人来这边旅游的也特别多，特别是年轻人，他们也普遍的感受就是第一次来这的话，过马路不知道怎么去过马路。我来之前，我感觉这里应该可能也会相对不会那么开放一些。我开放是指对外国人，然后当我来了之后，发现非常多的白人啊，或从世界各地的人在这里，然后去旅游。在中国其实是很少看得到的，就是这是一个非常多元化的一个文化氛围。哎呀，说点正式了，就是我就喜欢这种不同肤色啊、不同国家的人，大家在一起 happy， 大家一起吹水，用广东话叫吹水，就是谈天说地。是。然后我也很享受，就大家非常的，随意，不要随意，还是自然，对，自然没有那么压力。我们可以坐在这个城市的每一个角落，你找一个小小的板凳就可以，点一杯水或一杯咖啡，就可以在这里，我们可以享受生活，可以谈论任何话题。我觉得这一点其实在中国是很少能看得到的。是，对。那现在我想问你，就是因为你是中国人，然后是来越南为了学习英语，所以我想问为什么呢？确实我来之前，其实我中国的朋友也会问我，一个中国人在越南学英语，这样3个不同的因素结合到一起，为什么？首先因为第一点首先因为在国内的中国国内现在目前的，如果英语培训，特别是雅思，然后它价格是很高，比这边要很高。从经济上考虑，我是来到这边。第二个考虑就是，我以前，对于我个人而言的话，中国人其实从小学就开始学英语，一直上到大学，我也学了很多年英语，但是我可以写，可以读，但是无法说出来。而且这个感受，刚才我和他聊天的时候，他也类似的感受，就是
我们不好意思或者不敢开口去说。有时候我们能听懂别人的英语在说什么，但是我们就是不好意思开口。这我觉得可能和我们当年的我这个年代的教育有关，就是中国有很长一段时间属于那种批评性教育或者是挫折教育比较多，但是就是打击了就是学生的那种自信心。我就是缺乏就是说英语的自信心，所以我就需要我当时在国内的时候下了一个决定，就是把自己扔出国内的那样一个环境。出国之后我就不得不说英语，当然遇到了他之后可以学汉语了。对对。但是我如果来到这儿，我就需要一个外界的力量，使我更有勇气，逼迫我去推我一把，去打破自己的心理障碍，去说英语。我来的第一天还是不敢说英语的，但是第二天、第三天，甚至前几天，我遇到了西班牙的朋友，然后法国的朋友，他们都说我英语说得很好。其实我就很高兴，我就是告诉他们，我来到这里这样一个青旅，顺便给我住的青旅广告一下，Eco Stay 和这好的 Eco Stay， 我非常喜欢这里。然后我在这里遇到了很多朋友，然后我和他们一起说话。我一开始的时候也会告诉他们，我的发音可能不太好，我可能有些词会用的不对，或者语法用的不对，他们都非常友好的告诉我，没关系，你来说就可以了。有时候我有时候不得不停下，然后因为我忘记了那个单词该怎么说，我需要就是用手机搜索一下。他们都很鼓励我说，没关系的，加油，你现在英语真的已经越来越好了。我真的在和他们的交流中获得了很多的力量和能量、勇气，让我先进步了很多。哦，那 Hello Eco Stay 的老板在这儿。It's very beautiful。老板，招呼。如果你想折扣或什么就找老板。我们是没关系的，我们没钱，没收什么钱的，所以如果你们订酒店了，就跟他聊天。那你同意他的建议吗？就是说法吗？同意啊。那你的英语，你来这里之后，你有更多的机会说英语吗？有啊，我有更多机会去跟别人讲英语啊，或者是我反而是更想去学习一门新的越南语，因为我发现当地人的有一些的英语普及率其实不是很高，像小摊小贩这些的话，你还是需要跟他用越南语去进行沟通。我会把手机打开翻译，然后发那个越南语的语音，然后我跟着念一遍，然后给他读，如果他听不懂，我再给他说，让他给他看，懂了。对。那你呢？因为这边外国有很多，我经常会随便找一个咖啡店，然后找到一个老外就跟他聊天，所以我感觉这边英文环境还是很好的。但是可能对于一些本地的，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感觉本地的一些年轻人可能他的英文不是很好，但是我个人认为其实比中国要好一些的，这点我是承认的。然后一般一些酒店或者是食堂，餐厅 restaurant， 他们的英文会比较好，而且可以说英语说得很流利。那为什么在中国就是没有很多外国人，或没有很多就是机会吗？还是机会可以跟外国人聊天？如果说在中国可能只有一小部分地方会有比较多的外国人有机会和他们进行英语交流，就像我朋友说，你也可以说在国内找一些外国人比较多的地方去学习英语，但是你知道在中国的话，如果找到这样一个地方呢，一般会是比较出名的景区，或者说是比较大的城市，比如上海啊、北京啊，他们的消费是非常高的。我就心里想，从经济上考虑的话，在越南可能更适合我。有更多的机会，而且消费也更低一些。你们同意吗？同意。I agree。你讲。OK， 那我想就是你来自是旅游的，但是你们俩是来住比较长一段时间，那会跟旅游是不同样的事情了。那你觉得越南的生活呢怎么样？我来的这比较长，当然我来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在这边学英语考雅思，但是我和我很多朋友，包括也交到了，待的时间长了之后交到了越南本地的朋友，我跟他们说过很多次，我
我不想只是作为一个旅游游客来到这个国家这个城市，我想了解更多他们的文化和他们的传统。我其实通过和他们了解，其实了解了很多，然后其实我非常喜欢这里。然后就像我朋友刚才他说的，就是很放松。应该有很多朋友应该知道，就是在中国，普通大众他的工作压力是比较大的，然后大家都生活比较紧张，然后就会比较有压力，很难有放松的时候啊。大家可以看我头发，我以前头发不是这样的啊，因为我工作之后掉头发掉的，因为很多压力，然后睡不着觉，然后还有熬夜，导致我这个头发掉的很厉害。我现在已经是经过一定的时间的治疗之后了，以前更严重。虽然我只有30岁，但掉头发掉的很厉害。虽然我只有18岁，你看我头发掉多厉害。所以看你发现都秃了，好疑了。所以说我们很喜欢这里，就是它的那个比较放松的环境，大家都一个和善，然后很放松。就像我们可以找一个咖啡馆，然后在那聊天，一聊一个下午，然后什么都不用担心。如果你在中国的话，你到咖啡馆会发现那里面都是工作的，对，每个人都拿着电脑在咖啡馆吃劲的工作。我自己是 digital nomad， 就数字游民。然后其实越南算是我的东南亚倒数第2个国家。然后我自己有去过泰国，然后马来，然后新加坡，包括印度尼西亚还有 Cambodia。然后我想做一下对比，因为泰国那边的话，我感觉最适合数字游民其实是清迈，然后印度尼西亚就巴黎，然后其次就是越南。我个人感觉泰国的毒品有点多，所以我虽然很喜欢那边的vibe， 但是这个我却不太喜欢。在印尼那边的话，就是它的城市建设可能就是巴厘岛虽然海滩的风光很好看，但是可能那边的城市建设会没有那么舒服。对，我更喜欢河内这边，然后它的生活成本也没有那么高，然后本地有很多学校，也有很多文化。就很多文化跟商业，因为我不仅仅会关注这个我旅居的城市的这个 traditional culture， 我也会关注它的一些新的东西。比如说，我经常会看越南本地的新的电动车，大家知道吧？叫 VinFast， 然后 VinFast， 对 ，it's very good。Really？ Yeah。而且这边它的电子支付也很方便。虽然我作为一个国外人，目前还没有用到，但是我看到好多本地人都是就 pay by QR code 的。然后这边包括公交也非常舒服，只需要7K 到8K，对7K to 8K。然后我可以打车或打 Grab 去任何地方。我能补充一下，我非常。我俩因为待的时间比较长，其实我们交流过一个事儿，发现我们俩的思想是互补的。我这个人喜欢历史，所以我一直想去他们当地的比较乡村一点的地方，了解他们传统的文化。他呢就喜欢，更喜欢那个比较未来类的东西。然后比如说去 CBD 啊，关注他们的商业。然后我们总结过，我呢是想知道他们的国家的传统文化，他们从哪里来。然后他呢是想知道这个国家未来的发展要到哪里去，所以我们俩就觉得经常会聊天。那从他们的分享，你想来这里住吗？我吗？如果我学好越南语的话，我会愿意在这边住。但是如果在语言还没有学好的环境的话，我可能还是觉得我自己可能还不是太适合这个城市。好，那这个你想，如果有家庭愿意收养我的话，我可以这里说。那个老板收养我们。好，那你们就是住在这里啊。然后那你觉得那个你可以分享一下那个生活的成本吗？就是可以让大家如果有一个中国人的朋友想来这里住或什么生活。我因为只来过这是我第一个城市，然后可能它的丰富更多一点。我先说一下我简单说一下，因为我在上大学的时候就是一直都是穷游，就是青旅，所以说我知道很多省钱的技巧。所以对于我来说，这边的生活成本真的是比较低的，差不多也就是中国3、4线城市的
一个状态。当然了，你如果说你想，我也在网上看到过，有些人就是来到这边花费很高的，当然那种生活我没有接触过，我不太清楚。当然这里边也有很高档的高档的这个酒店，很高档的服务。你要是如果想就是说你很有钱，想享受非常高档的东西也是有的。毕竟人家也越南这边经济发展那么多年也特别好。但是对于我来说的话，可能就是我可能更亲近这样一个普通一点的，甚至说接近他们本地人普通人的一个生活方式。举个例子啊，我去这边的饭店 restaurant 的时候，如果里面都是外国人，我就不太想去。如果是本地人多一点的话，我就比较想去，因为我觉得本地人去的话，他更贴近他们本地的一个生活状态，他们的口味可能也更接近于你们本地人。这我想要的就是他们本地的。而不是现代化的。太过现代化的东西，可能很多时候就丢掉了一些传统性的东西，就像我们中国一样，如果一些太过现代化的东西，把原来的这些传统的好的东西也丢了。当然，我们中国现在在捡起来，这是好这件事。我说完了。那我说一下 detail 吧。OK， 一般住宿的话是$4一天 ，$4 one day， 然后每一顿食物差不多在$2。然后$2左右，然后我自己也是比较享受生活的，然后经常会早 C 晚 A，in the morning drink coffee，in the evening drink alcohol。alcohol 更多的是 beer。我会解释一下。白酒。no 不白酒，对 ，Levy 白酒。开玩笑。然后一般咖啡的话，可能在$1.5左右 $1.5。alcohol 的话也基本上是在$1.5左右。我认为比中国对中国我所在的城市深圳之前，所以要便宜很多。而且主要是这边的氛围不一样，就这边的酒吧是非常的 relax and chill， 它不像中国酒吧之后，它是那种很乱，然后有点嗨嗨的，只有坏孩子才去，这边都是好孩子才去酒吧。我不是，也不是，就是不是，其实就是它整体的氛围，有点像咱们中国的话，我们中国分之为清吧，然后另一个吧叫比较闹的吧，我叫什么名字我记不得，就是你回到可能这样说的话，大家就是比较理解，就是有点像美国的电影上唱那种乡村音乐的那种吧，大家就是安安静静的吃饭，一个乡村歌手在那唱歌，很轻松，很放松。当然也有比较闹的。比较就是热闹的吧，我也体验过一次，但是我和他比较像，我们俩都比较喜欢这种，更亲近一些，然后比较放松的一个环境，而不是很多人。然后我还要说一下他们的咖啡文化，越南的咖啡文化真的很好。我在来之前我就知道他们的咖啡很出名，然后来到之后就确实更感受到了。大家中国人大陆的朋友应该都知道，中国大陆的朋友应该知道，上海被称为飘满咖啡香的城市。来到这之后，我发现这里也一样，甚至他们的咖啡的密度可能比上海还要多一些。是的，而且他们咖啡很便宜，确实很便宜。无论小孩老人都会对，这边在上海或在深圳的咖啡可能是属于一种我是除了瑞幸啊或者这样的，可能咖啡店更多是一种工作文化会多一点。这边的话就是跟你日常饮水、喝茶，然后一天可能都要广东喝茶，对，都要喝一点，让自己 happy 一下。那他们是就是住在这里的经验了，你是旅游吧？那你的旅游的消费多吗？还是就是我的消费吗？就是你觉得 overall generally？ 我觉得如果其实你在这边的话，没有一直在 shopping 的话，其实只是日常的去用来吃啊、喝啊、玩啊，这样这边打一个什么 gap 就可能5K 不50K 左右，就很便宜，不管50K 基本上可以去到很多地方附近的，而且其实这边很适合 city work， 你也可以走到哪里去都很近，特别是住在这家酒店这家 hotel。非常适合到旁边去 city work， 旁边的环境湖都很近。他们著名的环建湖是他们非常河内最著名的景点。我们住的地方就离得很近，我们经常性的就在那边散步，是早上跑步。对了，还有对于消费一个具体环节的话，
他刚才介绍的说是一顿饭大概是$1.5，实际上你们应该没有去过稍微偏一点的地方，应该吃的饭价格是这个地方价格对吧？就是，但我先稍微补充一个细节，就是这个地方呢，就相当于上海的南京路一样，其实已经是这个地方消费比较高的地方了。而我呢我喜欢本地，刚才像我说的，我喜欢尝试更本地一点的东西，本地化的东西。我去过稍微就是偏远一点的地方，也不是偏远，就是远离这样一个地方的时候，他们30开，也就是说不到人民币10块钱，就已经可以，我的饭量已经是很大的了。因为我经常锻炼，就已经能吃得很好，吃得很饱了。就是本地的人在那儿，所以说其实消费的话，我说是3、4线城市的话，3线城市差不多。因为他呢，你看我当时是大概花了30开，然后一个蔬菜，一个相当于2个肉。一个大肉，一个小肉，我不太理解，大家能不能明白？大肉的意思就是纯肉，小肉的话就是就是有青菜，有一点肉，然后第3个呢就是纯青菜，这样的话，然后加上米饭，让我能吃饱，也不到人民币10块钱，就是30开，不到人民币10块钱，所以说就是消费是比较低的。那从你们的经验，然后你们会推荐你们的中国的朋友来这边旅游或就是住啊或学习吗？会。我不仅是在这里说会，其实我已经发了好几中国用微信，然后会发朋友圈，我已经发过好几次了。而且每一次我发的时候，确实会有下面人说，哇，你去越南了，你小心啊，你要注意安全啊，别被人抓走，把那个肾啊或者器官被带走，然后卖去掉了，或者说你要小心那边啊，那边人对中国可能不太友好，然后我就要后来因为这个消息太多了，我特地的写了长长的一篇介绍，然后来说明一下这边的情况，然后说明一下这边其实非常友好，也非常适合去放松旅游。中国大陆的朋友，咱们都是大陆的，应该知道一件事，就是不是中国不骗中国人，而是说另外一件事，就是中国现在的旅游市场，就是如果你是等假期或者国庆呀，或者是清明去旅游的话，人太多了，根本去了都不是去旅行的，也不是去放松的，就是人挤人，全是人头，就是一个景区全是人头。然后来到这边的话，就挺好的，然后就是人会比较轻松，然后比较开阔一点，没有那么多人。当然了，我担心这个视频如果火了之后，太多的中国人又会把这挤爆了。我现在遇到好多就是特别是年轻人，因为这边消费比较低，所以很多的特别是广东、广西这边离得比较近的这种年轻人会来这边旅行，他们成为他们一个新的时尚吧。因为国内实在太多人了，特别是国庆节来这边待个5、6天，是非常享受的一件事。我说完了。我说一下，比较吧，因为我之前在泰国看到很多爸爸妈妈带着孩子去泰国学英语，但是最后参加一个campus 这么一个训练营，发现都是中国人，都是中国娃。所以我推荐其实可以来越南这边，越南这边可能反而它的这样的 campus 这样的训练营，就是对更多元化一些，可能不会被所有的中国孩子给占领。本来就是想带孩子出来感受一下异国的这种文化或者是风情，没想到来了之后全中国人又是。好，那从我们的分享，然后你们会有一个就是大概有一个 overall 的 idea 了。好，那这个是 the end of interview 啦。OK， 拜拜。See you in Hanoi. See you in Hanoi. 好了。前几天刚有人跟我发，老板。你这个不要子了。